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，一件原本你很喜欢的衣服，穿久了突然就觉得它没有那么特别？一只包是你当初省吃俭用才买下来，背了几个月后也开始嫌弃它，颜色太普通了。还有护肤品、文具和电子产品，用过几次之后就开始心痒痒的想换新的。我们很容易觉得是东西不够好用，但你猜怎么着？很多时候真正变的是我们自己，因为对使用太久的东西过于熟悉，已经没有感觉了。我前3个月呢在外到处跑，通常呢我都会带一个登机箱和随身背包，正因为空间有限，衣服用品少得可怜，每天就那么几件来回穿来回用，时间一久后，衣服是真的穿腻了，有些物品用到最后我都不想碰了。等到我后面回到朋友家，重新打开我的大行李箱，准备更换里面的衣物，突然觉得哇塞，我心里居然一下子冒出来一股特别强烈的心动感，就像是很久没见到的老朋友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那一刻我算是明白了，不是我们对物品没有了兴趣，而是我们跟它之间少了一点距离感。所以今天的这期视频呢，我想来分享如何让自己手里已经有的一些物品重新变得心动起来。我们对一样东西没了兴趣，纯粹就是太习惯它的存在了。就像你天天打开衣柜，看见那几件常穿的衣服，你心里肯定不会哇一下子对它有兴趣。明明家里已经有7、8支口红了，每支都是你当初花了大心思看了好久才买下来的宝贝，结果呢，真正被你用上的永远就那么1、2支，剩下的也不是说不好看，只是你看着它们在那边放着，也就觉得就那样，没啥特别的。可当过了很久之后，你无意中翻出来一支没怎么用过的豆沙色口红，涂上去一看，哇塞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它这么好看呢？这就是让你重拾对物品的心动时刻。我们跟物品的关系有的时候也得有点距离感和时间差，就像谈恋爱似的，两个人天天腻在一起，新鲜感很快就被柴米油盐磨没了。但要是分开个几天、几个月，各自忙活一阵子，等到再见面那会儿，心里的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可能就又回来了。东西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你天天用，天天干，总有一天被你嫌弃在角落里。所以你只需要做这么一件事，就是去把那些你暂时觉得没有感觉，让你不再心动的物品装进一个小箱子里。这里不是让你扔掉，而是暂时分开一下，等过一阵子，哪天你想收拾家里的角落，季节更换，或者是你的需求变了，再次见到那件东西之后，会有一种拆盲盒的快乐。要想保持物品的新鲜感，关键是学会该放手时就放一下，就和断舍离一样，不一定非得立刻扔掉，有的时候呢，就是将物品先放一放，等等看它还值不值得留在身边。有人会觉得只要东西越多，我们的选择就越多。我想说的是，那还真不一定呢。新鲜感这个东西不是靠物品的数量，而是靠你自己去掌握和物品之间的关系和使用频率。假设一件物品老在你眼前晃悠，可你要让它消失那么一段时间，哪怕就几天不见，等它再冒出来的时候，你对它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。就像你本来每天穿的那件黑色外套，穿久之后你都麻木了，然后哪天你把它收起来，隔了几个星期后再翻出来穿上，你就会觉得，咦，这版型还是挺显瘦的嘛，连心情都莫名变好了。很多我们所谓的想买新衣服，需要换风格，说到底都是因为对旧物品失去了新鲜感，每天都在看同样物品的疲惫感，才会让你误以为自己需要去买新的。就像我们很多人可能有3、4件差不多版型的外套，或者是几支色调类似的口红，几款不同香味的香水，你不一定要天天只用同一种，而是可以将它们轮流着来使用。你可能连续一段时间都在用豆沙色的口红，这时候就把它收起来，改用一支奶茶色的口红，等过了一阵子之后，再把豆沙色的口红拿出来使用，你就会觉得这颜色怎么突然在我嘴巴上那么温柔，那么适合今天的穿搭呢？这些明明是你早就已经拥有的东西，如果你再交替的去使用，会让你重新觉得它很好看。这个方法呢，特别适合不喜欢随便买新东西的人，不是因为我抠门，而是更希望每一个曾经拥有过的东西都能体现出它最大的价值。
在日常生活里，一些被我们频繁使用的物品，并不代表它们真的就是最合适和最好看的，而是因为它成为了你生活里的一种自然习惯，你会下意识的将它拿起来。这种东西用顺手的习惯，会让我们忽略掉其他同样值得被你喜欢的东西。当你发现自己的东西变多了之后，用着它反而没什么感觉，那么你的生活期待值就在往下掉。想打破对于物品的麻木感觉，是要有意识的去打断那种你闭着眼就能选择的想法。你每天看到的环境几乎一模一样，久而久之就自动屏蔽掉那些原本让你怦然心动的小细节。比如那件你以前最爱穿的碎花裙子，尽管被你挂在衣柜的最外侧，可眼睛习惯了它的存在，哪怕它再美，你也不会主动去注意它，也不会主动去选择它。最简单的方式呢，就是调换位置和打乱顺序，把衣柜里的衣服重新排序，颜色相近的放在一起，或者是隔一段时间强制更换一下。还有把常用的杯子收起来，换上你平时舍不得用的那一个，或者是把你的香水、首饰品这些你每天会用来用去的东西换个收纳方式，视觉上也能焕然一新。那除了使用习惯带来的麻木感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盲区，我们会把物品用到烂为止当成是基础标准，只要用的久、用的多才不算是浪费。可每样物品也有它自己的使用节奏，不是所有东西呢都适合天天用、拼命用。一旦被你过度使用之后，磨损的不只是外观，更是你对它的喜爱度。我们一直都在误会新鲜感这个词，它不是靠你买新东西才能有怦然心动的感觉，就像谈恋爱也是这样子的，感觉淡了，不心动了，就想换个人。但真正能长久的感情，从来不是靠不断寻求新的刺激，而是两个人愿意在日常生活里一次次重新发现对方的好。那么反过来，东西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如果我们一直怀着的是用腻了、过时了、该换了的心态去对待身边的东西，他们当然会很快被你淘汰。要是你愿意给他们多点时间，换个使用方式，也许会更好。现在网络上到处都在叫你去买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买东西，生活无聊就得去买东西，压力大也得去买，无时无刻都在靠买新东西去维持自己的好情绪。当你的物品达到一个数量之后，为什么不去考虑和已有的物品重新培养之间的感情呢？那这个就是值得让你去思考的问题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所有的内容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